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之前一直很习惯把不太好说出口的东西都写进音乐里面，但这次想要讲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干脆就用影片的方式和大家聊聊之间这个企划到底在做什么。那如果有追踪我很长一段时间的听众呢，应该会知道我写的很多歌大部分都是围绕在黑暗与创伤。那第一张专辑在探讨的是混沌之中的黑暗，以及如果黑暗能够被理解的话。第二张专辑在讨论的是如果勇敢面对黑暗之后，回归到最真实与最纯粹的内在自我的可能性。那之所以会想要写这一类的主题呢，跟我的原生家庭以及亲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回想了自己以前的状态，还蛮常因为害怕被讨厌，所以总是在讨好别人的。但是很矛盾的是，其实我内心根本就不喜欢，也不愿意，甚至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老实说，我很讨厌这样子的自己。可是当下的我呢，为了生存，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就这样，表面看起来好像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时常处在一种激烈的拉扯与撕裂之中。是一直到某一天呢，我就意识到自己好像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常会出现一些带有防卫性或甚至是毁灭性的行为，尤其是当别人想要跟我更靠近的时候。于是我就开始检视了过往的经验，就发现有一些关系的结束呢，都跟我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有关。所以后来我就痛定思痛，开始想要寻找这个造成我重复出现这些行为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在不断地抽丝剥茧之后呢，当然我也发现了很多我自己不太愿意想起来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些创伤好像就已经刻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一样，默默的在控制着我。那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是带着伤在生存的，只是这些没有被理解的创伤呢，其实很容易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影响着我们对待自己与对待他人的方式。所以如何好好跟这些创伤相处，让这些创伤可以安全地被安放与理解，并且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面呢，转化成能够好好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是我从这一段历程里面得到的启发。基于这样子的理念呢，我前阵子也尝试把作品带到不同的情境里，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也慢慢发现自己更想做的其实是找到真正能够产生共鸣的人。于是后来我就仔细的思考了一下，比起那些炫目又华丽的场景，我想要找的人，他们更有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那或许也是因为这样，之间这个企划的种子就开始种在我的心里面了。后来有一天，我脑中就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想说，咦，既然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写黑暗相关的主题，那是不是可以透过结合自身经验与自己的创作，用类似连载或是影集的概念去把整个心理历程的样貌给描绘出来呢？所以就想来实验看看，于是这个计划就这样开始了。那关于这一次的拍摄呢，我们的场景是刻意选在一个空荡的小房间里面，然后只透过简单的灯光变化去呈现。画面想要表达的呢，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孤独、很赤裸，甚至有点不安的感觉。但是当我鼓起勇气走进去，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那个真实的自己之后呢，反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然后透过在每一次的觉察与辩证之间呢，好像要更靠近自己一点，一直到最后的重新思考我是谁。那虽然看影片是短短的一下子就结束了，不过实际上我自己从第一个阶段一直走到现在，有办法与这些创伤共存，其实是走了很长又很久的一段时间，而且这很有可能会是持续一辈子的循环。那把这些情绪记录下来，写成歌曲，对我来说还蛮像是一种呼吸的。然后我现在用第三者的角度回头看这些创作，就会发现，哇，原来你真的很认真、很努力的活到现在呢。那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谢谢你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将痛苦转化成音乐传递出去。以上是我一路走来对于黑暗的理解，也想要留给那些曾经和我有过类似感受的人一些记录。或许不是答案，但如果你刚好也在经历类似的事情呢，希望这些作品能够陪你走一段路。那假如你正在迷雾里的话呢，也没有关系，等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想要再回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们都一直在这里。
哦，对了，其实我平常都是透过电子报在跟我的听众还有订阅者联系。除了音乐相关的内容以外呢，如果你不介意，我偶尔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是日常碎念的话呢，也可以订阅。那这是免费的，我通常是1个月会写一次。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